最近有一份政策文件，很多人可能第一眼就划过去了，因为它的名字听起来特别的官方，叫做《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你一听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户口、医保、社保、孩子上学那些事儿吗？很重要，但好像也很远，很政策，但好像也很枯燥。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份文件可能是最近这2年最值得普通人认真看一眼的政策之一。因为表面上它讲的是孩子上学、异地医保、社保接续、公租房就业服务，但是往深处去看，它真正触动的是中国城市运行了几十年的一条底层逻辑。过去一个人能不能真正的留在一座城市，往往不是看他在这里工作了多久，不是看他交了多少年的房租，也不是看他为这座城市付出了多少的劳动，而是看他有没有户口，有没有房子，有没有学区资格。所以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当中，房子可不只是居所，户口也不只是户口本，他们背后绑定的是孩子上学、家庭团聚、医疗养老、城市身份，以及一个普通人能不能在这里安稳生活下去的资格。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想讲的不是一个户口的问题，我真正想讲的是，当中国进入人口红利结束、产业升级加速、消费不足的新阶段之后，我们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把人当作成本，还是说中国下一阶段真正的效率恰恰来自重新投资人、释放人，让更多的人成为城市当中的一部分？今天呢，我们就把这3个问题讲清楚。第一，这次改革到底改了什么？第二，为什么过去房子会变成很多人的人生门票？第三，为什么到了今天，公平不再是效率的敌人，反而正变成下一阶段效率的基础设施？我们先不讲文件，讲政策最怕一上来就甩概念，所以我们先讲一个人。假设这个人叫做吴景鹏，这个名字是我编的，但是这样的人在你我身边其实很多。吴景鹏今年36岁，是西北一个小县城来到长三角打工的男生。最开始他进过工厂，后来送过外卖，再后来跟朋友合伙做一点小生意。10几年下来啊，他对这座城市非常的熟悉，哪条街道早高峰最堵，哪个小区晚上不好停车，哪个商圈夜市里人最多，哪家医院排队能排到你怀疑人生，这些事儿呢，他可能比很多本地人都清楚。他在这里租房，在这里消费，在这里成家，在这里交社保，也把自己最好的10几年的青春都留在了这座城市。但是等到他的孩子到了要上小学的年纪，他突然发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成为这座城市的人。孩子能不能上家门口那所公办学校要看材料，一家人能不能申请公租房要看资格，医保、社保、养老以后能不能顺畅的城市之间的衔接要看制度。你说他过去没有付出吗？他付出了。你说他没有劳动吗？他劳动了10几年。但是很多公共服务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当中啊，仍然是和户口、房子、学区这些东西紧紧绑在一起的。所以吴锦鹏真正焦虑的不只是他自己有没有地方住，他焦虑的是有没有一套房子，有没有本地的户口，孩子能不能留在这个城市，家庭能不能稳定下来，自己会不会永远只是这座城市的一个过客。吴锦鹏不是个例，中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是没有落户的群众超过了2.5亿人，进城的农民工和随迁的家属大概有1.7亿，这不是一个小群体了，这是几亿人在城市里生活、工作、消费，但是在制度上，他们还没有完全获得城市的居民身份。所以这次改革真正要解决的不是户口的问题，而是更大的一个问题，一个人到底是因为有了户口才属于这座城市，还是因为他真实的在这里生活、工作、贡献了，就应该被这座城市所承认？这次改革的核心啊，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基本的公共服务正在从跟着户口走，逐步转向跟着常住地走。过去的逻辑是什么呢？你的户口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享受相对完整的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社保和救助。但是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大量的人口早就离开了户籍地，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和生活。人已经流动起来了，但是制度没有完全跟上。人可能在1线城市打拼交社保，未来孩子上学却还要被户口卡一下。
未来医保、养老、住房，总觉得自己还隔着一层，这就是过去很多人的一种拧巴的感觉。这次文件想解决的呢，就是这个拧巴，它要让稳定就业、稳定居住，但是还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也能够在实际生活的城市当中获得更完整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资格。这里面就包括了几件具体的事儿：随迁子女的教育，孩子跟着爸妈到了城市生活，不能总是到了上学的年纪又被户口的问题赶回老家。第二个就是公租房的保障，一个人在城市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居住，不应该因为他没有户口就完全被挡在了保障体系之外。还有社保和医保，人在这里工作，社会保险、医疗服务就应该更顺畅的跟着人走，而不是被户籍和地域切成一段一段的。当然还有就业服务、困难救助、公共卫生服务等等。当然，这里我也要把话说清楚，并不是说户口从此就开始不重要了，也不是说中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公共服务一夜之间会被完全的拉平。特别是我们的超大型城市，教育、医疗、住房资源本来就很紧张，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在这里更准确的说法是，户口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但是不会一夜消失。真正变化的是，中国城市公共服务的底层逻辑正在从户籍人口逻辑转向了常住人口逻辑，这就是这份文件的重要意义。讲到这里啊，很多人一定会问了，那别的国家有没有户口呀？他们又是怎么解决社会福利和人口之间关系的呢？美国有没有？欧洲有没有？日本、德国有没有？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一听到户口制度，就会以为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身份登记。其实不是，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都要知道你住在哪里，要不然怎么收税呀？怎么安排学校啊？怎么配置医院呀？怎么做选举登记呢？但是关键的区别在于，很多国家有居住登记或者地址证明，但是没有中国过去那种把公共服务、城乡身份、教育、医疗、住房资格长期捆绑在一起的户籍制度。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对比一下。先来看美国啊，美国没有中国那种全国统一的户口本，一个人从纽约搬到了加州，不需要先拿到一个加州户口才算是加州的人。但是美国也不是完全没有约束的，孩子上公立学校，通常还是要看你住在哪一个片区，学区仍然很重要。学校呢可以要求你提供家庭地址证明，比如说水电的账单呀、租房的合同啊，来证明你确实住在这个学区。所以美国也有学区房，好学校附近的房子也会很贵。但是美国的这套约束核心是你现在住在哪儿，而不是你的原籍在哪里。并且呢，美国的公立学校啊，不能因为孩子的父母不是美国的公民或者移民身份有问题，就直接拒绝孩子入学。也就是说，它有居住地规则，但不是户籍身份的门槛。我们再来看英国啊，英国的孩子申请公立学校，也不是呢你想上哪所就上哪所，它也是需要通过地方政府的申请。也可能需要提供你的地址证明，比如说你的房租合同、租房协议，来证明你确实住在这个区域。所以呢，你看英国也有地址约束，也有学校的名额竞争，但是它同样不是一个出生地户籍就决定你一辈子公共服务资源的一个制度。那我们再来看欧洲其他地方，欧洲内部比较复杂，各国呢也不一样，但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是欧盟的公民有在其他欧盟国家生活、工作、学习、找工作甚至退休的权利。通常短期居住是不需要登记的，超过3个月有些国家会要求你登记居住。所以欧盟的大部分国家也是需要登记的，但是这个登记呢主要是便于行政管理，就是我作为政府要知道你住在这里，方便税收、社保、公共服务和身份文件的管理。它不是说你从这个城市搬到那个城市就会天然的变成外地人，孩子上学、社保、医保、住房保障都要长期低人一等。那我们看德国，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德国有一个东西叫做住址登记，你搬家以后啊，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当地的登记机构登记新的住址。现在德国官方在线服务也说，要尽快的搬入新的居住地以后呢，要登记，而且根据德国的登记法呀，通常你搬家之后的14天内就得完成登记了。所以德国的这个登记还挺严格的，但是他那个登记呢，本质上也是人在哪儿，行政系统跟着人到哪儿，而不是说
把你就锁在出生地的户口本和公共服务绑定在一起的原籍制度。日本也有类似的住民登记制度，日本有叫做住民基本台账，你搬家呀、迁入啊、迁出啊，都要向市区町村申报。外国人在日本中长期居住的话，也会被纳入这个住民基本台账当中，形成住民票。所以日本也登记人口，也是登记地址，但是它的管理逻辑呢，也是地方行政管理，不是像过去中国这样在城乡之间、户籍之间、常住地之间长期形成公共服务资格的差异。那所以对比下来呢，我们会发现啊，很关键的区别，不是说发达国家没有登记了，也不是说他们没有学区、没有公共资源的竞争，但是他们的核心逻辑都是公共服务主要跟着人的实际居住地在走。而中国过去很多年的核心矛盾呢，就是人已经到了城市，但是公共服务没有完全跟着人走。这就是这次户籍改革最值得我们看的看点。它不是简单的说中国要取消户口了，而是中国要不要把公共服务从户籍地的逻辑一步步的推向常住地的逻辑。那接着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既然人住在哪里，公共服务就应该走到哪里，听起来更合理，为什么中国过去没有这么做呢？这个问题啊，不能简单的用一句不公平来解释，因为户口制度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不只是一个人口管理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它也是我们一种工业化时期的成本控制制度。在新中国早期啊，我们很穷，资本极度短缺，但是国家又必须尽快的建立工业体系，工业化要钱，钱从哪里来？那个阶段呢，没有我们现在这么成熟的资本市场，也没有今天这样的外贸和全球产业链的能力，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只能通过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剩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农业剪刀差来解决。农产品价格都被压低了，工业品价格相对较高，农业里那部分剩余被转移出来，来支持我们的工业化。那户口制度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呢？它控制人口的流动，降低城市福利和就业的压力，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工业体系的建设上。这公平吗？当然不公平了。但是在当时资本短缺、物资短缺、着急建立工业体系的阶段，它确实有过功能性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看中国的户口制度，不能简单的说过去的人不懂得公平，我们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选择了一种以牺牲一部分流动自由和公共服务的公平来换取工业化速度的路径。但是问题就在于任何制度都有阶段性，它在一个阶段可能提高效率，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呢，就可能变成效率的障碍。大家要记住这句话，因为后面整个事情的转折都在这里。改革开放以后啊，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的进城，这个时候户口制度已经比过去松动很多了。农民工可以进城打工，可以进工厂，可以上工地，可以做服务业，他们成为了中国制造业崛起背后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这里藏着一个关键点，允许你进城打工，不等于允许你完整的成为城市居民。很多人进入了城市的生产体系，却没有同步的进入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一个农民工可以在城市工作，但他的孩子还要回老家读书。他可以在城里面租房，但住房保障就很难覆盖到他。他可以交社保，但是不同城市之间的衔接不一定顺畅。他可以为这个城市创造价值，但是整个家庭完整城市化的成本并没有由城市来承担。这件事儿对中国制造业有什么影响呢？影响很大。因为如果一个劳动者真正的城市化，工资就不能只是覆盖他一个人吃饭的问题，还要覆盖一家人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他们的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家庭要有住房，自己将来也要考虑养老问题。但如果他只是一个流动的劳动力，不是完整的市民，那么相当一部分他的家庭成本就被留在了农村，留在了老家，留在了上一代人身上。于是这笔账就成了，企业得到了低成本的劳动力，城市得到了劳动贡献，但完整城市化的那个成本被延后了。这就是过去中国低成本制造的一部分来源。所以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效率很大程度来自于低成本，来自于我们强的组织能力，来自于完整的产业链，也来自于大量的劳动者没有被完全的城市化。这就是旧阶段的效率，
它支撑过中国的制造，支撑过出口，也支撑过城市的扩张。但是今天这个逻辑正在反过来，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不适用于过去的那个阶段了。过去的中国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大量愿意吃苦、愿意承受不确定性的劳动力。过去几十年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很大一部分就是靠这些普通的劳动者支撑起来的。但是今天问题变了，今天最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能不能让更多的普通人稳定下来，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可靠的保障，然后把自己的能力持续的发挥出来。过去的效率是压低了人的成本，未来的效率必须来自释放人的能力。这背后就会有3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人口红利在结束，年轻人越来越少，劳动力不再是无限的供给。过去我们总觉得中国人多，所以每一个人的工资是成本，工资低一点，保障少一点，企业的竞争力就强一些。但是当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劳动力越来越变得珍贵，如果企业还把人当成低成本的资源，就会越来越不适应这个社会。第二，现在社会的产业结构变了，过去我们是低端制造、出口加工、重复劳动、流水线，现在呢，我们讲的是新能源、半导体、机器人、AI、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这些产业需要的不是被压低成本的人，而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持续的学习，愿意稳定的留在城市，敢消费也敢创新的人。过去的流水线要的是能够站12小时的基础工人，但是半导体、机器人、AI、高端制造需要的是可以不断升级的脑子。我们不能用同一套省成本的方式去对待2种完全不同的人了。第三，就是现在的增长动力变了。过去我们可以靠投资、出口、房地产拉动增长，但是今天消费不足已经成为一个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家庭为什么不敢消费？很多时候不是他们不想消费，而是不敢。孩子上学不确定，医疗保障不确定，养老不确定，工作和城市的身份也不确定，换成谁都会更倾向于存钱、攒钱、防风险。如果只有吴锦鹏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影响有限。但是如果有几亿人在城市里都有这样的一种过客感，那么大家的消费潜力就很难真正被释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发现，户口改革已经不是简单的公平问题了，它变成了增长的问题。过去的效率是压低人的成本，未来的效率必须来自于释放人的能力。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懂第2个更现实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房子会变成很多人的人生门票？我们继续讲吴锦鹏。孩子上学的那一年，他发现自己绕不开一个问题：房子。如果没有本地户口，如果没有学区房的资格，如果没有稳定的居住证明，孩子到底能不能留在身边读书？于是他开始拼命的攒钱，多接单，多加班，少消费，所有的钱都往房子的首付里攒。几年以后，他终于买了一套50平米的老房子。签合同的那一天，他不一定是开心的，他可能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买的不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居所，他买的是孩子不用回老家读书，他买的是一家人不用再分开，他买的是自己终于能够在这座城市里站稳脚跟的一张门票。这才是过去很多人买房的真实的心理。大家焦虑的不是没有地方住，而是没有这套房子就没有进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资格。所以房子不再只是房子，它绑定了户口，绑定了学区，绑定了婚姻，绑定了身份，绑定了安全感，绑定了一个家庭的未来。从财经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过去很多城市的房价当中不只有居住价值，还有一部分东西叫做制度溢价。什么是制度溢价？说白了，就是公共服务的准入权的价格。学区、户口、医疗身份、婚姻预期都被打包进了房子当中。那这个房子的价格当然就不只是居住的价格了，它变成了一张城市的入场券。过去我们的很多家庭也不是真的热爱房子，而是不得不把一家人的人生希望全部压在房子上面。但是这次改革释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这些原本压在房子身上的重量，未来会被一点一点的卸下来。注意，我没有说房子不重要了，房子当然仍然重要，
对于刚需家庭来说，一个稳定的家永远重要。但是区别在于，未来房子会慢慢的回到房子本身。房子首先应该就是一个居住空间，而不是教育的门票、身份的门票、婚姻的门票、阶层跃迁的门票。这对房地产市场的长期逻辑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它意味着房子的制度溢价会逐步的下降，居住属性会逐步的回归。这不是说明天房价就会怎么样，而是说我们房价地基下面的那个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回到这期视频最重要的问题：公平为什么会变成效率？过去很多人习惯把公平和效率看成是跷跷板，好像公平多了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福利多了，竞争就会弱，公共服务多了，财政压力就大。这种看法在某些历史阶段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如果一个社会搞极端的平均主义，干多干少都一样，干好干坏都一样，那么当然会伤害效率。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平均主义，我们讨论的是基本的公共服务，是孩子们能不能上学，是医保能不能衔接，是社保能不能跟着人走，是稳定的就业、稳定居住的人能不能获得最基本的城市保障。这不是让不劳动的人平均分配成果，而是让已经在城市劳动生活贡献的人获得继续劳动、继续学习、继续消费、继续创造的基本条件。所以这本质上不是在分蛋糕，而是让更多的人有能力参与做蛋糕。让我们一笔一笔的算啊。第一呢，就是要教育公平，本质上是人力资本投资。如果随迁子女因为户口问题不能稳定的上学，或者只能在很差的条件下接受教育，那么损失的不只是这个家庭的未来，损失的是20年后中国劳动力的质量。今天一个孩子的教育机会决定的是未来这个国家的工程师、技术工人、服务业的人才、创业者、消费者的质量。第二呢，是住房保障，提高的是劳动的稳定性。一个人如果在城市里住不稳，就很难稳定的工作，很难长期的提升他的技能，也很难形成稳定的消费。公租房和基本住房保障表面上看是福利，实际上也是城市留住劳动力的基础设施啊。第三呢，社保医保提高的是劳动力流动的效率。人能不能跟着机会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保、医保、养老能不能跟着人走。如果一个人换城市、换工作，总是担心社保断了，医保报不了，养老接不上，他就不太敢流动。而劳动力不敢流动，市场配置就很难高效。第四，公共服务会释放消费。一个家庭如果孩子的教育、医疗保障、住房稳定、养老预期都有基本的托底，那么他们就不会把所有的收入都变成防御性的储蓄，他们才敢给孩子报课，敢去改善生活消费，敢换家电，敢出去旅游，敢为自己的长期生活做规划。所以公平不是效率的敌人，长期被压抑的公平才会变成效率真正的敌人。不公平累积到一定程度，它就不只是收入的差距了，它会变成教育的差距、健康的差距、住房的差距，最后变成代际机会的差距。而一旦机会差距固化，社会流动性下降，人的潜力释放不出来，长期效率也会下降。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公平不是效率的对立面，公平正在成为下一阶段效率的基本要素。这次改革当中，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影响，它会改变中国城市之间竞争的逻辑。过去我们很多城市的竞争啊，拼的是什么？拼的是招商，拼的是土地，拼的是产业园和税收政策，拼的是谁能把企业引进来。这些当然仍然重要，但是未来城市之间的竞争会越来越变成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谁能留下人。注意，不是简单的把劳动力吸引来，而是让他们真的留下来。一个城市如果只是把外来的人口当作劳动力，需要你的时候让你来，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只是过客，那样的城市很难形成长期消费，很难沉淀稳定家庭，很难积累真正的人才。未来真正有竞争力的城市，一定不是只会吸引劳动力的城市，而是能把劳动力变成市民，能把过客变成居民，能把打工者变成长期建设者的城市。这背后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教育供给、医疗供给、住房成本、公共服务的效率、社会的包容度，以及一个普通家庭能不能在这里看到长期的预期。以前有些城市觉得
只要我有产业、有工资、有机会，人自然会来。但是以后不够了，年轻人会越来越现实的比较，这个城市有没有好学校？我看病方不方便？房租房价能不能承受？我未来的孩子能不能留在这个城市？我的父母养老怎么办？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不好，一个城市即使短期吸引了人，也留不住人才。所以这次的户口改革，本质上也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未来城市之间拼的不只是 GDP 和楼宇灯光了，而是谁真正能把人安顿下来。人留下来了，消费才留得下来，家庭留下来了，教育的需求才留得下来，年轻人留下来了，创新和产业升级才有基础。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这件事儿讲得太理想化。这次改革的方向很重要，但是落地起来一定是有难度的。最大的难点，我觉得有3个。第一，钱从哪里来？教育、医疗、公租房、就业服务、救助保障，这些都不是口号啊，背后都是需要真金白银的财政支出的。尤其是人口流入的城市，原本公共服务的压力就大，如果要覆盖更多的常住人口，他们的财政压力一定会上升。第二，资源怎么扩容呢？学校不是文件一发就能马上建好的，医院也不是政策一出就能马上增加医生的，公租房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大量的供应的。特别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公共资源本来就紧张，不可能一步到位。第三，就是财政资源怎么跟人口流动匹配。过去很多公共资源的配置是按照户籍人口来设计的，但是在现实当中，人已经大量的流动了。如果未来公共服务更多的是按照常住人口来提供的，那么财政转移支付、土地指标、学校医院建设、保障房的供应都要跟着人口流向重新调整。所以这次的改革呢，不是一句取消户口那么简单，它真正考验的是中国的财政体制、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的供给能不能跟得上人口真实的流动方向。所以我们看这件事儿，既要看到它的长期意义，也要看到它的现实约束。它不会让户口明天就完全失去作用，也不会让学区房明天就消失，更不会让所有城市的公共服务一夜之间被拉平。但它确实意味着一个长期的趋势开始了，公共服务正在从户籍人口逻辑转向常住人口逻辑。未来我们的房子从人生门票转向了居住空间，我们的城市从抢劳动力到留住家庭，我们讲的效率将会从压榨人力转向释放人的潜能。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这次的户口改革表面上看是公共服务的改革，但它真正改变的是3件事儿。第一，房子的逻辑变了，房子不会不重要，但是房子承载的制度溢价会逐步的下降，未来房子更像就是房子，而不是普通人的人生门票。第二，城市发展的逻辑变了，过去城市需要的是劳动力，未来城市需要的是能留下来的家庭、消费者和创新者。第三，效率的逻辑变了，过去的效率来自于压低人的成本，未来的效率来自于释放人的能力。户口制度曾经是效率工具，在短缺的年代，它控制着人口的流动，降低了城市的成本，服务了我们的工业化加速。在出口制造时代，它让大量的劳动力进入了城市，但是把一部分家庭城市化成本留在了农村。这套逻辑支撑过中国的制造业，也支撑过高速的城镇化发展。但是当我们的人口红利结束，产业升级加速，消费不足，人力资本越来越重要的时候，过去的效率工具可能会变成新的效率的障碍。所以这次户口改革最重要的意义，不是简单的给谁多分了一点蛋糕，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中国开始承认一件事儿，人不是成本，人是增长的来源。一个孩子能不能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上学，一个家庭能不能在常住地获得最基本的医疗和住房保障，一个劳动者的社保能不能跟着他流动，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福利问题，它们决定的是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本、消费潜力、城市活力和创新能力。所以我最后想用这句话收尾，公平不是效率的对立面。在今天的中国，公平正在成为下一阶段效率的基本要素，这才是这次户口改革真正值得普通人关注的地方。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